他是菲利克斯·珍姆丹格斯，又称菲神。他為什麼可以成神？他的傳奇絕對顛覆你的想象。1995年12月20日 ，Felix 出生於澳大利亞墨爾本，是魔術方塊速解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。他不僅在速解比賽中創下121項世界紀錄，還推動了全球速解運動的發展。無論是他創造的3×3世界紀錄平均紀錄，還是他在高階方塊上的驚人成就，都讓他成為傳奇。Felix 在2008年開始接觸魔術方塊，當時他只有12歲。他是上 YouTube 學魔術方塊的，這些影片教他如何使用 CFOP 速解法。CFOP 是當今比賽中最常用的解法，以少量的步數且易上手而聞名。而 Felix 迅速掌握了這種解法，並不斷改進。他在家不斷練習，並在短短2個月從入門轉入19秒。雖然看起來不快，但在他當時的環境已經相當厲害。而當時的單次世界紀錄約7到9秒，平均世界紀錄約11秒，而且當時的魔術方塊也不夠好轉。而那時候也是世界紀錄的黃金期，也就是世界紀錄不斷被刷新，當年就刷新了4個。他15歲時，也就是2010年 ，Felix 正式進入了速解界的巔峰。記住，2010年只是他的起點，他將來的10年會創造有史以來最輝煌的魔方時代。2010年1月30日，他先以9.21秒創下3×3平均世界紀錄。之後就開了外掛，不斷刷新世界紀錄，不限3×3，包括4×4、5×5、6×6、7×7，甚至是2×2，還有3×3單手。在那時候，只要會玩魔術方塊，就應該知道他是誰。2010年11月13日，他在澳大利亞錦標賽中以7.03秒創下第一個3階魔術方塊單次世界紀錄。這和剛剛提的9.21秒不一樣，這是單次紀錄，也就是說，這是在當時人類於比賽中所轉過最快的成績。這個紀錄震驚了全球的速解愛好者，因為平均紀錄不見得有名，但單次世界紀錄卻是人人都會知道。此時也標誌着他的時代即將開始。到了2011年，堪比瘋狂，這就是只屬於他的遊戲。3×3單次世界紀錄破了5個，分別是2次的6.65秒和6.24、6.18跟5.66。2010年到2011年，直接硬生生的將紀錄從7秒推至5秒多，而平均紀錄破了2個，4×4紀錄也破了2個，5×5紀錄4個，6×6 1個，3×3單手1個。好了，這只是他的2011年，你要其他人怎麼玩？這些成績使 Felix 成為速解界的焦點，他的名字在世界紀錄表上頻頻出現，幾乎每次比賽都能創造新的奇蹟。不過有一個人也對他的紀錄虎視眈眈。2011年他開了外掛，但到了隔年似乎就沒那麼恐怖。單看3階，在2012年9月1日時，以7.53秒破了他去年的7.64秒，3階紀錄就只有破這一個。直到2013，2011與其說是神仙的誕生，2013後就是神仙的打架。Mads Volk 1995年5月4日出生於荷蘭，他與 Felix 年齡相仿，兩人都屬於魔術方塊界的頂尖選手。而 Vex 是十分特別的玩家，他有色盲，因此他是藍綠底玩家。雖然他和 Felix 在比賽上是競爭對手，但私底下兩人卻是好朋友。他們經常在各大比賽相互學習進步，這種亦敵亦友的關係為魔術方塊紀錄增添了不少趣味。2013年3月2日 Mads Volk 在一次比賽中以 5.55 秒的成績破了 Felix 的3×3單次世界紀錄。
Felix 當時的記錄是 5.66 秒，這個成績自2011年以來一直保持着。對於魔術方塊界的選手而言，這是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標。Westbrook 的突然超越也給 Felix 帶來了不小的壓力。然而事情卻出乎意料。就在大家等待 Felix 再次刷新紀錄時，紀錄卻接連的被其他選手突破。首先是美國選手 Curtis Burns 在2015年4月25日以 5.25 秒的成績打破了 5.55 秒。不久之後 ，Luke Sadler 又在同年的11月21日以 4.90 秒將這一紀錄推向新的高度。這是史上首次3×3單次成績突破5秒大關，讓所有人為之震驚。至此，單次世界紀錄的競爭進一步白熱化。隨着成績越來越接近人類極限，想要再打破紀錄變得更加困難。然而 ，Felix 並沒有放棄，他繼續參加各大比賽，並持續提升自己的實力。2016年，魔術方塊界迎來了一個新的高潮 ，Westbrook 以 4.74 秒的成績再次打破世界紀錄。这一紀錄不僅讓 Vex 重新站上了巔峰，也向全世界展示他的魔術方塊實力。然而 Felix 終究是非神，就在 Vex 創下新紀錄的1個月內 ，Felix 以 4.73 秒的成績反超，僅僅快了 0.01 秒，再次奪回了世界紀錄寶座。如果我們要繼續找到有趣的點來看的話，就來看到2017年的平均世界紀錄。你會問說，2011到2017是不是幅度有點大？但我只能說，平均紀錄在這期間都只能是他的遊戲。因此，真正撼動他實力的，就只有2017年跟 Westbrook 的競爭了。2017年4月23日 ，Westbrook 是自2011年以來第一個撼動 Felix 的平均紀錄者。不過 Felix 有那麼好被超越嗎？準備了，他沒有那麼好被超越的。同年6月以 5.97 秒回敬，同年10月再將世界紀錄推至 5.80 秒。2019年4月6日又將紀錄推至 5.69， 11月10日推至 5.53。不過神總是有沒落的時刻，而這也許就是極限了。10年成了神，而現在也傳承了他的傳奇。自2021年被許瑞航以 5.48 秒超越之後，就沒再打破世界紀錄了。我們若單看排名，他的最快紀錄也只到了 5.53 秒。在2023年仁川世錦賽上 ，Felix 在任何項目中都未能進入前3名，並且在3×3項目中沒有進入半決賽。這是他自2011年以來第一次未能進入半決賽。Felix 不僅是一名優秀的選手，還是一位積極推廣速解運動的先驅。他創建了 Q-Skills 網站，提供免費和付費的速解教學。Felix 是速解界當之無愧的傳奇人物，他的多項世界紀錄對速解技術的創新，讓他成為了速解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選手沒有之一。也許他無法再次成神，但我們也不會忘記這位傳奇的故事。回到開頭所說，他為什麼可以成神？以上就是答案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結束了，那我們就下次再見，拜拜。